袭击克里米亚俄机场，普京签署法令，确保克里米亚资源补充。顿涅茨克乌军反击持续，乌军第12亚速旅重新控制涅利皮夫卡和纽约村，并解救被困兄弟部队。乌军第40战术航空旅再度使用 ASM 制导炸弹，摧毁俄军地下指挥所。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军在多地建立新据点。北约和欧盟加大援乌止俄力度。伊朗援俄数百枚弹道导弹。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开源情报报道，五角大楼刚宣布允许乌军使用美制武器打击克里米亚。9月6日凌晨，乌军就对克里米亚的叶夫帕托里亚发动了远程攻击，随即当地传出巨大的爆炸声，而俄军在当地贝尔贝克空军基地的战机也紧急起飞，疑似同样遭遇了袭击。目前尚不清楚是乌军无人机群动的手，还是发射的 ATACMS 远程导弹。俄罗斯方面也没有做正式回应，具体战损有待后续确认。在乌克兰宣布推出摧毁科什大桥的新计划后，乌军对克里米亚每一次打击，火力军总感觉是总攻。此次对俄空军基地和防空系统的针对打击，也预示着接下来乌军对克里米亚打击的进一步升级。值得注意的是，9月6日，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责令俄军新飞罗波尔行动总部可以动用任何手段管理亚速海反恐行动。说白了，普京是想保证对克里米亚物资的补充。毕竟在乌军击沉烤肉 Trader 轮渡后，克里米亚的吞吐量就减少了3倍。并且俄罗斯还没有可用的轮渡恢复。据乌克兰抵抗中心表示，目前俄罗斯一边在积极寻求可改造的驳船来运输燃料，一边通过增加从罗斯托夫州到克里米亚的陆路燃料运输，以解燃眉之急。据悉，俄军途经顿涅茨克的陆路燃料运输，每天都会有160辆货车运往克里米亚。与此同时，俄罗斯图拉地区乌兹洛瓦亚市一家为俄军方生产塑料容器和箱子的巨型塑料厂突遭大火。该厂一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剧烈燃烧，目前约有50名消防员和18辆消防车正在现场灭火，起火原因不明，也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乌军总司令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乌军已成功阻止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进攻势头。过去6天里，俄军甚至没有前进1米。在乌东的其他战场，俄军攻击的频率和强度也都在降低，甚至乌军已经开启了局部反击，打击了俄军的机动和增援的能力。在恰索夫亚尔前线，俄军最终成功突破克利什基夫卡村乌军防御，并越过运河占据阵地。幸好运河上只有一条通道，俄军补给会相对困难一些。在托列茨克前线，9月6日，乌军第12亚速特种旅在纽约村附近展开反攻，不仅重新控制了涅利皮夫卡和纽约村的中心，打通能源补给线，还解救了被围在本分场内的兄弟部队。没想到激战数月，俄军投入巨大兵力，仍未拿下这个战略要地。在红军村方向，乌军在突出部南侧继续反击，夺回了哈列尼茨夫卡村，并成功封闭了沃夫恰河渡口。反攻期间，乌军第93旅依旧使用带有铝热剂的龙式无人机在俄军阵地乱杀，对此俄军感到绝望。在谢里渡河村，乌军第15旅在该定居点郊区反突袭了一支俄军的突击集团小组，并利用坦克直接摧毁了该地唯一的铁路大桥通道。俄方消息人士也证实了，乌军在谢里渡河、托列茨克和纽约村发动了成功的反攻。在胡里达尔战线，俄军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每天都有至少30个装甲单位被投入该方向。据悉，仅过去的1周时间，乌军第72旅就在此方向摧毁了俄军约100个装甲单位。至于普里奇斯提夫卡为什么如此轻易被俄军拿下，主要是因为俄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袭击，其发起总攻前就频繁使用精确制导导弹和炸弹打击该定居点的乌军防御阵地。在总攻时，俄军使用火炮 TOS 温压多管火箭炮火力覆盖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钢铁洪流开启冲锋，再加上地形优势，这就是为什么俄军能毫无抵抗地前进的原因。不过此役，俄军依旧损失了4辆坦克，外加9辆精锐的摩托车。目前，俄军在夺取普雷奇斯提夫卡后，正试图向库拉霍沃推进，但代价极高。在哈尔科夫，乌军继续在利普奇以北发动反击，收复领土。在卢甘斯克，据战役地图显示，俄军继续穿过皮夏涅的森林地区，并向南推进了300米。在新基夫卡村，据乌总参谋部报告显示，乌俄双方正在该据点西北方向展开激战。一名乌克兰边防警卫队的军人于9月6日的采访中回忆说，来袭的小规模俄军缺乏装甲车辆，不得不步行11公里，才能向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乌军阵地发起攻击，而这也导致来袭俄军是在十分疲惫状态下发起的进攻，伤亡巨大。
在扎波罗热，据乌克兰塔夫里斯克集团军发言人德米特罗·利霍维上尉报告说，近期俄军每天都会在罗伯基涅附近发动1到2次袭击，同时加强了对乌克兰南部的空袭强度。如俄第35联合武装集团军就一直使用无人机对波鲁西的乌军阵地进行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空军也在持续反击。据诺尔报告报道，第聂伯河沿岸乌军第40战术航空旅再度使用 ASM 制导炸弹摧毁俄军地下指挥所。综上所述，尽管乌东的战事依然激烈焦灼，但这几日乌克兰明显加大了行动，并在反击中取得了进展。接下来是库尔斯克战场。在苏加北部，乌军在夺取波格列布基、奥尔洛夫卡、奈德诺夫、马里耶夫卡等区域后，建立了新据点，目前正向塔梅舍夫卡方向推进。在苏贾东南方向前进中的乌军在别拉亚击溃了俄军的一个营，目前乌军正试图完全占领该地区，双方的战斗正在持续。在克列涅沃，据 ISW 报道，俄军重新夺回了朱拉夫利东北部的阵地，并在继续对压缩塞姆河包围圈内的俄军。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斯克的俄军战力非常低。据 X 平台传出的视频显示，俄军精心构筑的防御阵地，乌军仅出动9名士兵就拿了下来。而被逼急了的俄军已经无所顾忌，开始动用 FAB-3000轰炸库尔斯克州目标。对于一手策划的库尔斯克战役，希尔斯基表示，库斯克行动成功降低了俄军对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攻击，并且让俄军已回防了数万名部队，包括其所谓最优秀的空降突击部队，这使红军村方向的进攻陷入停滞。等到乌克兰彻底稳定乌东的局势后，在库尔斯克也持续推进的情况下，乌俄战争的整体走向将发生重大改变。当然，希尔斯基也坦言称，军援抵达的速度和武器使用禁令极大地限制了乌军行动和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他呼吁取消武器禁令。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也在库尔斯克行动进入月余之际披露了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宣布，根据乌克兰方面的估计，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1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导致俄军伤亡人数高达6000人，实际控制了1300平方公里的俄领土以及100多个定居点。同时，他还在德国举行的援乌会议上向盟友呼吁提供更多武器，并允许打击俄境内目标。首先是美国方面，据彭博社报道，五角大楼正在重新调整对乌克兰援助的资金规划，并将其中的5.5亿美元用于援助精准武器，这其中就包括了此前备受瞩目的 JASSM 远程导弹，此外还包括 LRASM 和 GSM 等武器。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9月6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5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24财年结束日期的临近，4月通过的总统提款权分配的78亿美元援助资金，扣除刚刚援助的2.5亿美元，还有57.5亿美元即将过期。因此，拜登政府正在与国会进行紧急谈判，希望通过将总统提款权附加到短期紧急支出法案中，以防止资金在本财年到期。此外，美国国务院9月5日还宣布了对与俄罗斯受制裁的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有关的2艘舰船和2个实体进行了制裁。其次是欧洲方面，据《金融时报》报道，9月6日，英国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13亿美元的防空支援，包括650枚马特奥雷特导弹，首批导弹预计将于今年年底交付。此外，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已经确认签署转让爱国者系统的法令。最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交付12门 PZH-2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其中6门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乌克兰，另外6门将于2025年供应。同时，德国还会与丹麦和荷兰一起联合向乌克兰提供77辆老式豹伊 A5 坦克。在制裁方面，欧盟选择继续从俄罗斯寡头那里购买生铁。据他们所说，欧盟不仅要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也要在世界市场上将其击败。他们称俄罗斯如今只能通过勒索和倾销来维持其国际市场的地位。关于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问题，此前乌克兰就表示不会延长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协议的时间，该协议将于2024年12月31日到期。不过，乌克兰也表示，如果欧洲提出要求，乌克兰准备与其他供应商讨论通过其领土输送天然气的问题。欧盟方面虽然已经削减了大部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还给出了剥离期限，直至2027年，但实际上一些中欧国家依然依赖一条途经乌克兰的管道供应俄罗斯天然气，如奥地利等7个欧盟国家。因此，欧盟与乌克兰目前正在与阿塞拜疆进行沟通，获得新天然气管道。而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里耶夫对俄罗斯继续通过乌克兰向几个欧洲国家供应天然气的谈判充满了信心，因为在此之前，俄总统普京就曾到访阿塞拜疆，讨论了相关方案。乌克兰其实并不在乎那一点管道过境费，但为了获得欧盟国家的支持，才不得不接受阿塞拜疆输送的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而且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
当然，在谈判中，乌克兰也许可以提很多条件，至于最终结果，年底就知道了。至于俄罗斯，据 ISW 报道，一位匿名美国官员向《华尔街日报》证实，伊朗向俄罗斯交付了数百枚导弹，以支持其入侵乌克兰。一名欧洲高级官员也表示，预计会有更多伊朗导弹运往俄罗斯，目前尚不清楚最近运往俄罗斯的货物中究竟包括哪种导弹。但在2023年12月，双方曾签署一份合同，伊朗要向俄罗斯运送阿巴比尔和法塔赫360短程弹道导弹。此外，路透社曾报道称，自2023年8月和10月以来，伊朗至少扩建了2个国防工业基地，以支持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因此，外界分析认为，这才是俄军近期加强对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底气所在。据美国媒体报道，诺格公司为 F-16战机研发出了新一代整合辐射电战套件，并由 F-6波苦灵战机搭载进行了飞行试测。与常规电战设备相比， IVWS 有4项优势：一，它采用了超宽频架构，能针对侦获的敌方电磁频谱动态进行快速比对、适应并调整讯号，迅速反制敌方雷达和导弹系统；二，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持续通过软硬件升级维持先进战力；三，体积非常小，能够安装在 F-16机身内部作为内建电战系统，取代了传统的外置挂载电战吊舱，增加了挂载外置武器的弹性。四，能够与诺格制造的 ANAP 及83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搭配，使升级版 F-16的电战能力直追5代机。IBWS 的测试进度十分迅速，预计今年底可完成初步测评，2025年完成研发与作战测评。美空军计划在其完成所有测评之后，对其进行量产和改装。据多方媒体报道，9月4日，美国对包括今日俄罗斯、俄新社、俄罗斯卫星社等在内的诸多俄罗斯媒体实施新制裁。作为对此次制裁的回应，9月6日，俄罗斯也对外宣称将会对美国媒体实施制裁，但由于美国没有国家新闻机构，无法采取对等措施，因此俄罗斯可能会对所有的美国媒体传播信息进行限制。据战区报道，9月4日，美空军副参谋长斯莱夫对外宣称，美国内部正在重新构思6代机计划，可能会颠覆以往的思维。如美国目前拥有的飞机中，凡是 C 开头的飞机，通常被认为是运输机； B 开头的飞机，通常被认为是轰炸机。美空军希望能够打破这些框架，如实现从 C 开头的运输机上发射巡航导弹。因此，美国未来的运输机、轰战机、战斗机的模式将会从根本上进行一次重大调整。另外，美空军重点强调，未来的空中优势将不再去追求所谓的一机全能，而是转移到整体机队的层面，通过机队协作或数量优势来弥补部分战机性能方面的不足。据自由时报报道，9月5日，伊拉克与空中巴士公司签署了一份军购合约，采购12架宁猫直升机。目前双方并没有透露具体的交付金额，预计首批直升机将会从2025年初开始交付。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自从美国于2010年取消女性士兵禁止在潜艇上服役的命令之后，截止今年8月，美军已经有730名女性士兵被派往前舰内执勤，分别在现役的19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19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上任职。随着女性士兵在潜艇上服役的比例越来越高，舰艇内部的性别问题愈发受到关注。为了能够让女性士兵拥有较好的服役条件，目前美海军正在改革相关舰艇的基础设施，其中新泽西号攻击核潜艇已经把女性士兵的生活空间整合到了前舰结构中，将成为美国第一艘为女性士兵考虑的舰艇，预计于9月14日正式服役。新泽西号是第23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它从设计阶段开始就已经针对士兵性别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很大优化，如安装更多的门和洗手间，以创建独立的隐私及卫浴空间供女性士兵使用；又如降低舰艇的置顶悬阀门高度，使女性士兵更容易转动；亦或是在3层床、双层床和堆叠的洗衣机前安装辅助台阶，以利于女性士兵攀登等。据自由时报报道，9月3日，美国国防部对外宣称，已同意一项关于向日本神盾驱逐舰提供后续技术与配套设备的军需案，包括神盾战斗系统的电脑软件更新、系统测试与整合、工程与技术支持。
以及多项系统检测、性能提升、程序修补与问题排除等后勤支持，总价值约1.5亿美元。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正筹获2艘排水量达1.2万吨的神盾系统搭载舰，该型舰能够搭载多达128单元的导弹垂直发射器，配备有更先进的 SBY-7 雷达，除了可防御敌军弹道导弹，还可以发射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打击敌方目标。预计这2艘新舰艇会在2027年至2028年交付。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9月4日晚，英国皇家海军的一架威力 Mk4 直升机在英吉利海峡坠毁。报道称，事发前这架直升机正在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一起进行夜间训练演习，并没有发现直升机有异常。飞机坠毁后导致1名士兵死亡，机上另外2名士兵获救。目前，英国皇家海军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日前塞尔维亚和法国签署了一项采购12件阵风战斗机的相关合同。随后有媒体猜测，这份合同中可能还有一项条款，即塞尔维亚通过将国内的米格29转交给乌克兰，来换取到了这份合同。9月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此进行了公开表态，明确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将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建立军事维修中心，旨在为全球关键作战平台打造维修网络。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设想，将利用盟国现有的工业能力，对部署在附近的美国军舰、战斗机和车辆维修和大修，从而无需再返回美国进行后勤维护工作，能够大幅提升美军执行任务的效率。其中，美国沃利施艾达号支援舰已于9月2日正式入韩维修，代表着美国在韩国的维修试点项目正式启动。另外，美国和日本也早已经在研究利用日本造船厂维修附近美国海军军舰的可行性。如果这种全球维修网络模式得以实用，美国后续会将其陆续扩展到美国欧洲司令部覆盖的北约盟国，以及南方司令部覆盖的拉丁美洲盟国。需要注意的是，军事专家对美国这一举措持不同态度。一部分认为，美国此举或将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解决了当前面临的维修保障困难的问题，又巩固了和盟国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则认为，美国只是利用这些国家的国防工业进行维修工作。至于战斗机、军舰等重要军资的核心零部件以及关键技术，最终还是以美国为主。据美联社报道，9月5日，美国和欧盟签署了全球首份具有约束力的人工智能规范公约。随后，该公约还受到了诸多国际势力的支持。欧洲委员会认为，这将会是未来人工智能相关法律的蓝图，希望签署国当尽快对该公约进行批准。按照相关规定，一旦有5个签署国批准这项公约，公约就会在3个月后开始生效。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人工智能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或伤害，都将会被依法追责。据自由时报9月5日报道，挪威军工企业康斯伯格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水下自主航行载具，名为耐力 HUGIN Endurance， 它重约8吨，长约12.2米，额定下潜深度6000米，最大探测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另外，据康士伯格公司表示，耐力在潜水约10小时后，会从预先部署的应答器上更新初始导航信息，接着开始完全自主航行。目前已经过长航时实测，持续任务时间长达15天，创下了2222公里自主航行距离的新纪录。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于今年2月对外宣称，已经选定3家制造商研发未来的大型水下自主航行载具，而康斯伯格公司恰巧就在其中，因此耐力可能会被美国海军引用。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